最近我被一部悬疑烧脑电影彻底的震撼到了，它反转再反转的剧情看得人大呼过瘾，编剧更是把各种伏笔彩蛋玩得炉火纯青，甚至让观众看到电影的最后一秒，还忍不住的想要推翻之前所有的猜测。虽然这部98年上映的老电影只有不到2万人看过，可他们却清一色的全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故事发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海滨小镇，男主山姆是小镇上的一名高中老师，他长相帅气潇洒，为人也十分的幽默风趣，每次出场都能把在场的女性迷得神魂颠倒，就连学校内的美女校花都对他爱慕不已。这天，丽莎主动敲开了山姆家的房门，并表示自己报名了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来就是要帮山姆清洗车辆的。可是洗了半天车还没怎么沾水，丽莎却浑身湿漉漉地溜进了山姆的房间，看着面前这具婀娜多姿的诱人躯体，山姆一时间竟手足无措地愣在了原地。可是还没过上2分钟，衣衫不整的丽莎却满脸愤慨地跑了出来，并且回到家就向母亲哭诉，说自己刚才被山姆给强暴了。母亲听后勃然大怒，当即就带着丽莎来到了警局报案。作为小镇上最有权势的豪门望族，丽莎的母亲根本不能接受这种耻辱，她要求警方必须严惩山姆这个人渣，尽快还自己女儿一个公道。可是整个案件就只有丽莎的一面之词，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而且警察凯文在看了丽莎的口供录像后，发现这个女孩不仅话里有多处漏洞，并且表演的痕迹也十分明显，根本不像历经过此事的受害者。虽然其他同事也纷纷认可凯文的观点，可无奈丽莎家的势力太过庞大，局长最终还是下令要求严查到底，确保山姆一定要被送进监狱。很快警方这边就收到了一条新的线索，原来山姆所在的高中还有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她也向警方指控说山姆曾强暴过自己，而且作案方式也和丽莎的口供完全吻合。这下山姆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不仅丢掉了学校里的教师工作，而且还被警方以涉嫌强奸为名送进了监狱。很快就到了法院庭审的这一天，丽莎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山姆的犯罪经过，而苏菲也作为证人紧随其后的补刀，她振振有词地诉说着山姆的各种恶行，仿佛他就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渣。而这些话也成功引起了陪审员的同情，当即就要求法官对山姆进行顶格处罚。眼看这件事很快就要尘埃落定，山姆的辩护律师却突然站了出来，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重要证据。原来就在去年5月份，苏菲曾因为入室盗窃遭到过警方拘留，而就在拘留期间，她曾给山姆打过一次电话，希望对方可以来警局保释自己。可那时的山姆却由于在外地出差无法赶到，从而导致苏菲在少管所多关了6个月。而律师也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如果苏菲真的曾经遭到过山姆的侵犯，那当初他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对方寻求帮助？所以山姆的律师十分怀疑，苏菲有可能是因为记恨山姆才做出的报复行为。面对着律师的步步紧逼，苏菲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最终还是没顶住压力，坦白了所有真相。Sam Lombardo didn't rape me. Didn't rape Kelly either. He didn't do anything. This is ridiculous! The witness has been directly threatened by defense counsel. I think I made it plain this court intends to hear Miss Toller's story. 原来山姆既没有侵犯过自己，也没有侵犯过丽莎，就像律师说的那样，自己以前和山姆是好朋友，可自从自己进监狱那件事后，他就对山姆怀恨在心，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对方。而刚好前段时间丽莎找到了自己，说她自己十分的爱慕山姆，可对方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自己，因此丽莎才由爱生恨，找到自己联合起来诬告了山姆。You skanky bitch! Get your fucking hands off of me! Don't you know who I am? I'm gonna have you fired on Monday! 这下整个事件瞬间发生了反转，山姆摇身一变从被告变成了原告，而丽莎也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如果山姆一直不肯撤诉的话，丽莎肯定会因为诬告罪而被判入狱。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名誉，丽莎的母亲无奈只能选择了私下调解，她将自己的1000万元信托基金赔给了山姆，以此来换取对方的撤诉和解。而丽莎在得知这件事后十分愤怒，她对着山姆一顿打骂，并说那1000万美元是祖父留给自己的遗产。这下居然全被山姆这个人渣给骗走了。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山姆一脸疲惫地回到酒店时，丽莎和苏菲却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原来这一切竟然都是3人的阴谋，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丽莎祖父的遗产，因为这笔钱目前还属于她的母亲，只要对方还活着，丽莎就不能动用1分1毫。而如今靠着3人演的这出苦肉计，几人竟然真的将这笔钱骗到了手。可是就在3人准备远走高飞之际，警察凯文却敏锐地察觉到了猫腻。通过调取山姆等人的消费记录，凯文推断这3人很有可能是一伙的。而且他还查询到山姆只在国外开了2个账户，看样子对方是只打算带走1名女孩，而另外1人的下场肯定就可想而知了。为了阻止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谋杀案，凯文连忙找到了丽莎以及苏菲，并且把山姆的小动作全部告诉了2人。可没想到这2个女人根本不相信凯文的话，反而满脸期待的准备和山姆比翼双飞。然而就像凯文所料想的那样，山姆很快就显露出了杀机，他借着约会的由头将2个女孩骗到了沙滩，然后伙同丽莎拼命的朝苏菲灌酒。
就在对方醉得不省人事之际，山姆又悄悄暗示丽莎去后备箱拿工具，而他自己则趁机举起手中的酒瓶，毫不犹豫地对着苏菲的脑袋敲了下去。很快，两人就将尸体裹起来扔进了后备箱，随后便开着车来到一处偏僻的沼泽地，由山姆扛着尸体掩埋进了沼泽深处。第二天，凯文再次来查看两个女孩的情况，可此时的苏菲却早已没有了踪迹。想到这里，凯文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根据附近邻居提供的线索，一路找到了昨晚几人喝酒的那个沙滩，并在这里发现了2颗脱落的牙齿以及船上的血迹。虽然附近并没有找到苏菲的尸体，可直觉却告诉凯文，对方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为了防止山姆狗急跳墙再次杀人，凯文连忙又来到丽莎的家中，想要劝说对方说出所有的真相。可就在他刚走进屋子没几分钟，里面却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随后凯文便踉踉跄跄地跑出了房间，并说丽莎此刻已经中弹身亡。原来就在他刚走进丽莎房间的那一刻，对方却突然发疯一样的朝自己开了一枪。虽然自己拼命地劝说对方不要冲动，可无奈丽莎根本不听劝阻，还要继续开枪。为了自保，自己只能开枪还击，没想到却直接射中了对方的要害部位。由于在丽莎的车上发现了苏菲的血迹，因此这起案件很快就被定义成了丽莎报复杀人。而凯文则是在查案过程中遇到嫌犯开枪拒捕，这才无奈开枪还击射杀了对方。虽然凯文的行为不足以构成犯罪，可在丽莎母亲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丢掉了工作。至于他一直追查的山姆诈骗案，则由于几名当事人已经全部死亡，最终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本以为事情就此已经尘埃落定，可没想到全片最大的反转却突然出现。原来山姆自从离开小镇后，就一直在国外享受着土豪般的富裕生活。可这天他才刚晒完太阳回到房间，就发现自己的屋内居然有人在洗澡。山姆惊慌失措地走上前查看，结果发现里面的人竟然是那个警察凯文。原来凯文才是整场阴谋的幕后黑手，他和山姆一起布局设下了这个圈套，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丽莎母亲的巨额赔偿。而丽莎的死亡也根本不是意外，完全是两人计划里的一部分。原来当初他们就商量好了分赃计划，苏菲由山姆负责干掉，而丽莎则交由自己处理。当天他刚走进丽莎家中，就直接开枪射杀了对方。而为了让自己成功脱罪，他又将另外一把枪塞进丽莎的手中，成功伪造成了丽莎开枪拒捕的假象。如今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扫除，两人终于可以顺利的分赃走人了。可是当山姆听到凯文的要求后，却说银行还需要2个工作日才可以完成资金转移，并希望凯文可以耐心的多等2天。然而就在两人出海游玩的过程中，山姆突然对凯文说船帆的缆绳出了点问题，并拜托对方前去查看一下。可是就在凯文低着头仔细查看时，山姆却突然猛打方向将对方甩进了海里。不过凯文毕竟是干了那么多年的警察，身体素质极强的他突然抓着缆绳，就这样艰难的再次爬回了游艇。这下撕破脸的两人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当场就抄起武器扭打在了一起。就在山姆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时，一把弩箭却突然扎中了凯文的大腿。他不可思议地望向另一边的船头，结果却发现对方竟然是那个早已死去的苏菲。就这样，还没等凯文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苏菲就再次装好鱼枪扣下了扳机。原来当初在沙滩上，苏菲并没有死去，她只是配合山姆演了一出苦肉计。他故意拔掉了自己的2颗牙齿，装作自己已经被杀害的假象。在解决掉凯文之后，船上就只剩下了苏菲和山姆2人。作为这场骗局的最后赢家，苏菲开心地给山姆倒了一杯酒，可谨慎的山姆却担心酒里有毒不敢喝。苏菲见状连忙笑了笑说，这里可是偏僻无人的深海地区，而自己又不会开游艇，就算自己想要动手也不会选在这里。听到这话，山姆顿时放下了戒心，直接将杯中的美酒全部喝了下去。可是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自己这边才刚喝完没过多久，就感到腹中一阵剧痛袭来，整个身体便不由自主地抽搐了起来。没等山姆来得及反应，苏菲就解开了船帆上的缆绳，直接将山姆丢进了这茫茫大海。原来一直被视作棋子的苏菲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她一直隐忍着看似平平无奇，实际上却是一个智商极高的犯罪天才。她先是利用山姆和丽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威胁两人加入了自己的诈骗计划，随后又让山姆拉拢欠了一屁股债的警察凯文。而他之所以要布下圈套引3人上钩，完全是因为这几人都曾给自己带来过伤害。原来丽莎的母亲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害死过一位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而那个竞争对手则正是苏菲的父亲。而警察凯文则是在一场抓捕行动中意外开枪打死了自己唯一的弟弟。至于山姆这个花心的渣男，则完全是自己咎由自取，根本就怨不得别人。而更让人感到细思极恐的是，就连那个最开始帮山姆打官司的律师，竟然都是苏菲悄悄安排好的。原来律师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也是整件事情唯一的知情人。可是就在两人分别之际，律师却又悄悄地对苏菲说了一句注意安全。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又让人止不住地开始猜测，莫非律师身上也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部1998年上映的《玩尽杀绝》简直是将反转做到了极致，里面的剧情一波三折，充斥着各种黑吃黑计中计的巧妙设计，每个人都看似无辜，可反转之后却又一个比一个黑暗，甚至在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中都隐藏着有可能颠覆整个剧情的终极反转。